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。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？这是搞事情呀？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？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二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。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。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。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，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，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！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他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，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暗自思忖了很久，想不出这么晚谁会来。
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极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，期间在不断祈祷，希望对方等不到回应就自己离开。然而却事与愿违。我磨磨蹭蹭地想通过猫眼查看，可许久未用过的猫眼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若有若无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是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把门打开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家？我点开了手机，对方是一个黑色头像，连昵称也是空的。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好友？瞬间我浑身汗毛炸起，鸡皮疙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发出消息，信息刚一发出，门外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难道这个黑色头像就是门外的人吗？我抿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颤抖地按了3个数字，可悲催的是根本没办法拨通。怎么会这样？门外的敲门声愈演愈烈，危险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向好友列表的其他人求助，可一番折腾下来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手机上除了黑色头像，我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。无助的泪水夺眶而下，门外的敲门声骤然消失，下一秒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黑色头像发的视频邀请。我惊慌失措地按了拒绝。真的是疯了，天晓得视频对面会是什么？我的呼吸急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。随后那个黑色头像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妈妈就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切，那些曾经逼自己遗忘的记忆片段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拼图，突然在这一刻拼凑完整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，依依，你能不能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？妈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室友都睡着了，我怕会吵到他们，明天早上再给你打行吗？对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没事儿，妈妈就是想你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妈妈，我先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6点就要起床呢。好，盖上被子，不要着凉。你钱够花吗？你在学校吃的怎么样？有厚被子盖吗？早上要记得吃早饭，出门要穿暖和点。别难过，我的孩子，妈妈会变成你身边的好多东西，一直陪着你。妈妈想尽力地撑到早上，可是她没有撑到。当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妈妈之后，仿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视频电话，视频里的画面也渐渐清晰，真的是妈妈，没想到还能再看见她。妈妈慈祥又温柔地喊着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我早知道……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妈妈不能照顾你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要听爸爸的话。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永远爱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你知不知道爸爸多担心你啊？爸爸，我梦见妈妈了。傻孩子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。
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。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1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，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
我下意识咽了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。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月月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月月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
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。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，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。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，能帮我开一下锁吗？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，我让对方不要着急，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相关信息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迅速起床，穿好了工作服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。现在我们这一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但好在麻吉花园是个老小区，比较容易下手。为了拓展生意，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，提前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，然后将牙签掰断，只留肩部的一小节在锁孔里。这样一来，钥匙就不能完全插进底部，门锁自然也就打不开了。业主不知这其中的门道，大部分人会选择用力转动钥匙，然后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。我不仅给人开锁，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，这样我就可以赚得更多，达到利益最大化。当然，选择目标也是有技巧的，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，一层只选一个目标，这样才不会让住户起疑心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细心的把除我之外的所有同行广告全部去除，只留下自己一个，不但可以保证客流，也能保证我提前做的手脚不被发现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我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，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不是头一次，毕竟总会有早出晚归的人。很快我便到了4号楼的楼下，我进入电梯，直接按下了14楼。等我来到楼上时，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，见有人来，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。是开锁师傅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。我点头回复：是的，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对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门打不开了。刚刚我用力过猛，钥匙已经断在里面了。女人说完，指了指门上的锁孔，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。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说着，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相关营业证明，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身份信息，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。严格来说，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，比如物业或者邻居，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，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。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，我从包里拿出工具，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我刚开始忙活，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：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：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点吗？我看了一眼女人，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，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。我随即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，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。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：您这锁很不好开嘞，我尽量快些吧。其实像这样的锁，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，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，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，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，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，不管客户有多着急，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。我算是整明白了，开锁不仅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演技。10分钟后，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，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。至于那个旧的锁芯，其实压根儿就没坏，等我回收回去，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，这就叫一本万利。我总共收了客户100，刚接过钱，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。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停住了。女人站在屋里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。我听后一愣，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。女人继续说：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。我随即望去，在楼道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。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，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，门洞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，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，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。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，就站在楼梯口里？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。白色人影，楼梯口里。女人连连点头。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、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，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但眼下这个情况，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，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。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，声控灯应声而亮，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。女人继续躲在屋里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。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，由于门缝很窄，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，
他耳旁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他的半只眼睛。老实说，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。等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，我不由得浑身一颤，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。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身后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，我试探地走了过去，透过门缝往里看，却没看到之前的女人。突然，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从门缝底部伸了出来，还在微微地颤动着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只见门缝缓缓撑大，紧接着我便看到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，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。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，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，她口吐鲜血，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就不动了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尖叫出来，身体像被钉住了一样，动也不敢动。她死了，居然在屋子里遇害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门砰的一声被人大力的撞开，一道人影从屋内跳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我彻底绷不住了，一头冲进了楼梯间。我已经顾不上楼间被吊起来的尸体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这里。路过13楼的时候，我也顾不上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因为身后的脚步声正在逐渐逼近。我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，沿途的声控灯都应声亮起。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，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一脚踹上去。我仅用了1分钟便跑到了楼下，幸运的是，我刚走出楼道就遇到了警察。虽然我狼狈不堪，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终于安全了。但接下来，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。作为案件目击证人的我，被警员带进了询问室，在询问室待了一阵子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我刻意规避了自己开锁的细节。然而，当警察拿出了锁芯和半根牙签时，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了。我微低下头，说出了自己为了做生意而使用的卑劣手段。我承认，门锁的事是我做了手脚，可人不是我杀的。但是你的行为比杀人的人还可恨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一点吗？哎，您这锁很不好开。我的女儿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就是你女儿把我孩子害死的，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警察，你们快把她带走吧！就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我们母女。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喂，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。喂，物业吗？帮我找个开锁师傅，我家门又坏了。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吊死在楼道里的人，就是当时参与霸凌的主犯，也就是1404业主的女儿。真没想到，就因为我那看似微小的坏心眼，却毁掉了一个父亲的一生，也差点让自己丢了命。